再来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准备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以促成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表示，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得多，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周三，拜登启程赴欧洲，准备参加北约特别峰会。有声音指出，拜登此行意在给当前局势再添一把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周二表示，他准备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以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但他表示，仍将要求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完全撤出，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诺维护乌克兰的安全。有关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周二的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得多，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表示，由于谈判日程的不确定性，无法说明下一场谈判的具体时间。Я не могу вторгаться в детали этих субстанций.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ынесение их на публику может только повред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который и так идет гораздо медленнее。此前，俄乌双方已在白俄罗斯进行了3轮会谈，从第4轮开始转为通过视频举行。双方诉求不同，边打边谈在持续。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俄军只攻击乌克兰军事目标而不打击民用目标的原因。俄罗斯需要确保乌克兰从一个反俄中心转变为一个中立国家。他强调，必须清除那些以平民为掩护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必须确保乌克兰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俄乌冲突进入第28天，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二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俄军已暂时控制了连接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陆上通道，阻断了乌方往亚速海的交通。在北部方向，俄军正从国内调集更多部队，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东北方向，俄军以部分围住苏梅，继续炮击哈尔科夫。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俄军不断发起进攻，但未有进展。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不过，美国和北约均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周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派遣美军到乌克兰作战。科比称，美国只专注于2件事：第一，确保乌克兰继续像以往一样捍卫自己的国家；第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物资到欧洲，以确保北约东翼的安全，同时确保北约成员知道美国对保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的承诺。不是直接的介入，不是说它不是间接的介入，它是除了不设防空识别区以外，所有的这个方式基本上都介入了。那么同时呢，卖军火美国就是北约东扩，就是它军工复合体推动的，不断的在赚钱。所以现在不仅是卖武器给乌克兰，同时还要让这个已有的北约成员国呢加强武装。比如说德国最近增加了1000亿军备的开支，大量的采购的是美国 F-35战斗机。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启程赴欧洲，他将出席北约峰会，并与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前一天在记者会上称，预计拜登将与盟友探讨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加强西方联盟。据称，拜登还将宣布一项所谓旨在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依赖的联合行动。H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ordinate on the next phas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He will join our partners in imposing further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tightening the existing sanctions to crack down on. 不过，对俄罗斯能源禁运一事，欧盟成员国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周二，德国总理舒尔茨与到访的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举行了会晤。舒尔茨在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德国依然坚持拒绝对俄罗斯实行能源禁运的立场。他重申，许多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很高，这不应该被忽视。舒尔茨说，一方面，制裁措施必须对俄罗斯产生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本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也必须是可控的。Deshalb ist die Positi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 dieser Frage unverändert. Im Übrigen
gilt das für viele, viele andere Mitgliedstaaten auch, die sehr abhängig sind von Importen von Kohle, Gas und Öl, viel mehr noch als Deutschland. Und niemanden darf man in dieser Hinsicht im Regen stehen lassen. 那么很多国家就要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尤其是欧洲国家。那么他们现在就是首先采购卡塔尔的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加紧兜售它的页岩气和它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项目。但具体操作起来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美国的页岩气要从美国本土运到欧洲它首先要把它零下162度到103度的低温下液化，然后呢从卡塔尔的这样一个船只，然后运到欧洲，成本非常高。今年冬天过去了，那明年冬天怎么办最近没有出台第5轮呢对于俄罗斯的严厉的制裁，能源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美国在此看来，他通过俄乌冲突，他呢设了一个圈套，让俄罗斯往里钻，然后来制裁俄罗斯。他不仅卖武器，他还推销他的能源，而且分化了欧洲。与此同时，还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正评估俄罗斯是否应继续留在20国集团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例行记者会上指出，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汇集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20国集团在引领全球抗疫、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20国集团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突出挑战，为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俄乌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也在持续升级。继俄方召见美驻俄大使表示两国正处于断交边缘后，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就表示，按照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概念，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发生时，俄罗斯就可以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同一天则在白宫简报会上透露，美国将与盟国协商应对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偶发事件。俄方在周一向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就拜登涉普京的所谓战犯言论提出严正抗议，并强调了正在发生的事态导致两国外交关系岌岌可危。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二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正处于断交的边缘，这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俄美双边关系是否会断交，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不过，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表示，美方不打算关闭驻俄大使馆，拜登也暂无打算将其召回美国。沙利文还告诉俄罗斯新报，华盛顿认为在莫斯科的外交存在非常重要，但美国仍继续加大对俄施压。有美方官员称，拜登最早将于本周访问欧洲期间宣布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00多名议员进行制裁。这就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并不是乐见乌克兰危机的逐渐的缓解，相反，试图利用一种高强度的制裁，使得整个的危机进一步的恶化。面对美西方的步步紧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概念，若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时，俄方或使用核武器。President Putin said that if anybody tries to stop him, very bad things will happen. And I want to know whether you are convinced or confident that your boss will not use that option. Well, we have a concept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well, it's public. You can read all the reasons for nuclear arms to be used. So if it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for our country, then it can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cept.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报道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2020年俄罗斯核政策声明，该国将在这2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针对莫斯科或其盟友使用核武或其他非常规武器，或受到常规武器侵略时，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17号下令将俄军威慑力量调至特殊战备状态。普京当天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时表示，西方对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进行遏制，而且某些领导人的发言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因此命令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佩斯科夫这句话表明，
乌克兰的危机表面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冲突，而深层次上说是俄罗斯跟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冲突。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而俄罗斯跟美国和北约之间不能达成妥协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的危机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建设性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会始终处在一个生存威胁的状态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不得不的情况下使用自己手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的武器。这是在提醒美方在对俄关系处理中间要谨慎。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地时间周二在白宫简报会上透露，美国将与盟国协调应对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这一偶发事件。沙利文表示，在冲突初期，普京总统实际上引发了对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担忧，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根据我们目前的分析，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核态势，但我们一直在监测潜在的偶发事件，我们当然也会尽可能的严肃对待。我们将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就这一潜在的偶发事件进行磋商，并讨论我们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除了核武，美俄还就生化武器问题打起了口水仗。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俄罗斯称基辅拥有生化武器是虚假指控，其实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考虑在乌克兰动用生化武器。这不是华盛顿第一次提出俄罗斯可能使用生化武器。拜登本月11号在白宫称，如果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他将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也表示，我们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为使用化学武器做准备，然后栽赃给乌克兰，为升级对乌克兰人民的攻击找借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在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通话时也警告，俄罗斯如果决定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将面临严重后果。对此，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二对记者称，我们没有生化武器，美国人所说的都是恶意的含沙射影。与俄罗斯不同，美国尚未销毁其生化武器库。他补充说，俄罗斯早在2017年就在最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彻底销毁了生化武器库，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同时指出，俄罗斯无法容忍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具有研发生化武器前景的生物实验室。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讨论做出乌克兰不寻求加入北约的承诺，以换取停火、俄军撤军以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我个人认为，俄乌冲突又到了一个临界点，或者进行谈判停火止战的一个窗口期。原因就在于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僵局。一方面，俄军在哈科夫、基辅的攻势停顿，乌军进行了小规模的反击。据乌克兰军方宣布，收回了部分地区，基辅郊区的一些城镇重新回到了乌军的手中，而南部主要的大城市马里乌波尔还在激战之中。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主要的港口和经济中心，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乌东地区。如果俄军攻下马里乌波尔，亚速海基本上就成了俄罗斯的内湖，所以不排除俄军加强攻势拿下这个城市。因此，马里乌波尔战役成为一个关键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双方谈判的进程。战场的僵局也让俄乌双方有意愿和动力走向谈判桌，寻找双方的妥协点。虽然双方的谈判进程比较缓慢，但是问题在聚焦，妥协点也在增加。俄罗斯基本上不再强调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主要的要求就是乌克兰的中立化以及领土的重新安排。这基本上回到了开战之前的利益诉求。泽连斯基不止一次表示短期不会加入北约，当然原因主要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乌克兰中立之后需要得到安全保障。在领土的问题上，比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这是非常困难的。泽连斯基也表示，和平条款也要进行全民公投。看到的是，俄乌双方谁也不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双方需要一起找到比较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已经造成巨大损失的冲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按照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概念，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时，俄罗斯就可以动用核武。那么这一警告，您觉得又意味着什么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核武的问题就不断被提起，尤其是在冲突之初，俄罗斯升级了核战备的等级，曾一度引发全球关于核战争的担忧。后来俄罗斯方面也有所澄清，主要是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大型金融机构踢出 SWIFT 这一所谓核弹级金融制裁之后做出的回击。以核战备升级来应对金融制裁，也是让全世界为之一惊。现在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僵局，核武器、生化武器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但就我个人来说，无论生化武器还是核武器，未必能够打破战场的均衡状态，但会让相关各方难以退场。核武器是终极的武器，核威慑本身是限制冲突升级的工具。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形成了全球性的核威慑平衡。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强北约东翼国家的军力部署，与盟国协调升级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但并不认为核态势已经改变。进一步说，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默契就是不会直接发生冲突，也不会让冲突超出乌克兰这一巨型战区。佩斯科夫并没有表示俄军将使用核武器，而是确认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根据俄罗斯的核战略，如果出现针对莫斯科及其盟友使用核武或者其他非常规武器，或受到常规武器侵略，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没有核武，现在双方在生化武器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双方应该避免使用日内瓦公约禁止的武器。重点是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俄罗斯遭到入侵，也就是说，如果战场情势逆转，威胁到俄罗斯军队或者政权，那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样的话，其实是说给美国和北约听的。当前围绕俄乌冲突而形成了多方博弈，形成了新的均衡点，任何一方不能也无法追求绝对的胜利，打垮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和平的到来。事实上，战后的和平依赖于各方的均衡，包括利益、安全、颜面的平衡。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来，美方在南海动作频频。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近日乘坐美国海军巡逻机跑到南海作秀，无端指责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美海军最大远征基地舰也首次现身南海。值得注意的是，本月底美军还要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据称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指出，不反对有关国家在其境内举行军演，但希望演习不要针对第三方，不要做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周日接受采访时大谈，中国已把在南海建造的数个岛屿中的至少3个完全军事化。他还污蔑称，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举动威胁到在南海附近活动的所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阿奎利诺是在美国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上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的，这已非美军方首次携记者赴南海进行体验式报道。2018年8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乘坐一架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从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出发，飞往南海上空。而在更早的2015年7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也曾亲自乘 P-8A 参与美军在南海的侦察活动。针对美方恶意炒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称，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这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符合国际法，无可非议。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近年来在南海周边不断强化军事部署，派遣大规模军舰军机到南海滋事挑衅，严重威胁沿海国主权和安全，损害南海的良好秩序和航行安全。希望美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停止在南海耀武扬威，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周一，美海军最大的远征基地舰也首次现身南海。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消息，卫星当天在南海巴士海峡西南发现了美国海军米格尔基斯号远征基地舰，这是该舰去年10月部署至西太以来首次到南海活动。米格尔基斯号排水量9万多吨，仅次于美军的航空母舰，能起降各型直升机，并提供后勤支持，或作为指挥和控制中心。那么在俄乌冲突之下，很多人对美国是不是能够履行这种所谓的这种他对他的盟友和伙伴的这种所谓的帮助协助大家持有一种怀疑，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行动能够来强化他对印太的一个重视证明这个印太这个地方不一样，他的这种所谓的威慑是可信的。另据菲律宾军方发布的消息，2022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将于本月28号至4月8号在菲律宾吕宋岛举行。菲军方表示，菲军和美军将共派出约8900名军人参加，其中菲军3800人，美军5100人。此前受疫情影响，2020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被取消，2021年度仅有1700人参加。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肩并肩规模增加了至少5倍。外界注意到，白宫2月出台新版印太战略，将持续深化与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合作作为重点之一，而菲律宾成为美国落实该战略的重点对象。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近日访问菲律宾，除了宣布美菲计划将联合军事演习恢复到原有规模，他还声称，根据美菲增强防卫合作协议，美方已拨款1250万美元。美媒称，该协议旨在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允许美在非军事基地增建设施。阿奎利诺还叫嚣，美菲将联手对抗区域威胁。那这个时候的军演，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进行解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菲律宾国内即使是在杜特尔特时期一直是有这种对美的这种比较亲近势力面呢，我觉得就是大选因素因为菲律宾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大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回应美菲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时表示，我们不反对有关国家在其境内举行军事演习，但希望演习不要针对第三方，不要做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中菲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制造紧张。针对当前的南海局势，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周一在视频记者会上指出，美国频繁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旗号，在南海不断加大军事前沿部署和军事活动强度，动辄派大规模先进舰机到南海挑衅侵权、炫耀武力，人为制造南海紧张局势。Due to the pandemic,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of COC has been somewhat affected. Nevertheles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 advance COC consultation in flexible means and have continuously made new progress. This has shown tha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rve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nd that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both the will and the capability to handl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properly. 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东航 MU5735航班坠毁事故的最新进展。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周二凌晨抵达广西梧州，指导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强调要争分夺秒做好人员搜救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开展救援。周三下午的国务院调查组新闻发布会公布，失事客机的其中一部黑匣子已经被发现。当晚，指挥部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搜救实施进展。截至当晚19时，消防救援人员共搜寻区域面积4.6万平方米，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周三下午5点，321东航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第2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传出消息，MU5735航班的一部黑匣子已于当天被发现，破损严重。4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9点，指挥部召开第3场新闻发布会。民航局航安办主任朱涛补充，在事故现场主要撞击点东南方向约30米处的表层泥土中发现的这部记录器，经现场调查人员初步检查，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但存储单元外观相对较为完好，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目前该黑匣子已被连夜送往北京的民航专业机构进行译码，记录器数据的下载和译码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出现损坏，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本次事故的情形也是比较罕见，空管雷达的显示，飞机在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且下降率很大。目前调查组正在组织技术力量全力搜寻另一部记录器，计划今天下午已经动用了专业的物探设备，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的区域进行探测，同时将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索半径，展开拉网式搜寻，全力寻找另一部记录器，推进调查进度。黑匣子及飞行信息记录系统是判断飞行事故原因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证据。飞行开始后，它就不间断地记录着驾驶舱、客舱内的各种声音以及飞行数据。一旦飞机失事，黑匣子就成为最直接的事故分析依据。这也是空难事故发生后，哪怕飞机坠海，各国搜救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寻获黑匣子的原因。时事评论员陈红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为了让黑匣子被完好保存，它一般被安装在飞机垂直尾翼的根部，即便发生危险，也是全机冲撞力度最小的地方。它这个在飞机出现飞行事故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它这位置比较安全。它和飞机机体分离的时候呢，它所有的数据线的接口，不管是碰到水还碰到火，它都会立即的自动的封闭，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系统，火和水都无法进入它的内部，所以它的信息呢都是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波音737-800型号飞机装有2个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生产的飞行记录器，其中数据记录器安装在客舱尾部，在发动机启动时开始记录，发动机停车后停止记录，记录时长25小时左右，记录参数详尽约1000个左右，例如高度、速度、航向、俯仰角、滚转角、垂直速度以及机组的操作，如驾驶盘感量、油门等重要参数。另一个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安装在货舱尾部，在飞机通电时开始记录，断电后停止记录，可以记录4个通道声音，分别为机长的通道、副驾驶通道、备用通道、环境声音通道，记录时长大约2到3小时左右。这2个记录器外表面都是橘黄色，颜色非常醒目，便于搜寻发现，且可以抵抗高过载冲击撞击、耐高温、耐海水浸泡等特性，不易损毁，可以在事故发生后帮助分析飞机状态、机组操作情况以及在驾驶舱面临的情况。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表示，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适航，无危险天气。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关于飞机维修适航和飞行机组方面的情况，东航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孙世英表示，失事飞机是2015年6月22号引进，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该航班飞行机组3人，1名机长，2名副驾驶。机长在2018年1月聘为 B737 机型机长。飞行总经历时间6709小时，第一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31769小时，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556小时。3位飞行员的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符合局方要求。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几位飞行员平时的表现也都是很好的，家庭情况也都比较和睦。当前，广西梧州的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国家应急指挥部介绍，现场救援力量超过2000人，但从周3凌晨开始，事故救援现场下起了雨，为救援工作带来困难。
除了进一步搜寻失联人员和黑匣子外，还要进行排水作业。救援人员介绍，当地土壤吸水量大，坠机搜寻现场出现小规模滑坡，为现场救援增加不确定性。搜寻工作在白天曾一度暂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条道路呢已经是变得非常的泥泞，其中呢在道路的两旁部分路段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有一棵大树，现在呢是被连根拔起，悬在这个空中。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泥土啊，也是顺着这个雨水啊，是滑落到了这个道路上。工作人员呢是立即紧急清理了这个现场，把这个泥土啊是清理到了道路的两旁，那这样的话也是方便咱们的这个救援车辆和人员进入到这个现场来。现场还公布了一张卫星影像图，展示了事故现场前后对比。通过这两张图的对比，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事故发生前后事故现场的一个变化。我们先从左边这张图看起，顺着这条小道就是我们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核心现场的这条道。我们可以看到呢，事故发生之前，整个现场是一个有茂密的植被覆盖的一个区域，一个局面。然后呢，两个山坡中间呢夹杂的这条山坳，也是呢植被比较茂密。然后我们再看来我右边这张图，现在这个山坳部分的植被已经被破坏殆尽了。然后在这个山坳的北侧，我们看到了一片焦黑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应该就是当时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现场出现了一个这个山火燃烧的过火的一个区域。再来关注香港抗击第5波疫情的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宣布，香港小学、幼儿园及国际学校或将于4月19日起率先恢复线下授课。周三，林郑月娥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再次强调争取在4月19日让学校分批逐步复课。不过，要接种疫苗达标才行，已接种2剂疫苗的学生数量必须达到全校学生人数的90%以上。据新华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三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12240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其中经核酸检测确诊病例4250例。另据香港医管局介绍，过去24小时有170名确诊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答问会上，林郑月娥还指出，特区政府在抗疫方面会尽力达到减重症、减感染及减死亡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确保有足够医院病床收治新冠病人，不要让病人滞留在急诊室。他称，医管局希望整体能将更多普通病床转为收治新冠病人的病床。而针对复课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全天线下授课涉及更长的课堂时间，以及包括吃饭在内等需要摘口罩的活动项目，因此需要格外小心控制風險。他強調，接種疫苗仍是一道重要屏障。我哋尊重學生接受教育嘅權利，所以咧到而家為止，我哋冇要求學生必定要接種疫苗咧先至能夠返學校上課。但學生嘅整體疫苗接種率比率越高，肯定係可以築起更加有效嘅防疫屏障。針對屆時師生接種疫苗需要達到的標準，特區政府教育局方面也做出了詳細規定。第一，所有教職員工必須完成接種第2劑疫苗，有健康原因則酌情豁免。第二，已接種2劑疫苗的學生數量必須達到全校學生人數的90%以上。楊潤雄表示，屆時將先試行半天線下授課，若符合一定條件，才可恢復全天線下授課。如果全校未能達到相關條件，但個別班級學生符合，則該班級學生可進行全天線下授課及其他活動。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冰。陳先生你好。針對香港決定暫緩全民核酸強檢，林鄭月娥特首今天在記者會上重申，不會放棄全民檢測計劃，但需要掌握好時機。那麼對此您有何觀察呢？主持人好，首先呢，需要強調的是，香港暫緩全民強檢，並不代表與病毒共存，並不意味着香港要躺平。只是呢，根據現階段的評估，香港不具備全民強檢的條件，所以暫緩。有些觀眾問呢，內地一些城市人口比香港更多，為什麼呢？能在1周內實現3輪全員核酸檢測，而香港就做不成？這呢有2個原因，一是內地核酸檢測能力比較強，
加上相互调配检测人员，具备强检能力，而香港呢不具备。二是内地城市呢是在疫情呢刚爆发就进行核酸检测，奥密克戎的患者不多，不会呢因检测而扩大传播。核酸检测呢也是一种群集现象。香港目前的疫情呢处在高位，传染人数很多，检测恐怕会带来更大的传染。也就是说呢，香港在失去全民强检的时机以后，就得采取因时制宜的方式来制定防疫策略。香港目前的防疫策略呢，可以概括为3减、3重、1优先、4集中，也就是努力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对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区域采取精准有力措施，优先救治长者，以集中专家、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命。中央援港呢还将继续进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仍对疫情防控呢是不放松、不懈怠，等到疫情稳控以后啊，不排除呢再来全民强检，巩固防疫成果。国家卫健委这个疫情应对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专家组组长这个梁万年说得很清楚，不能认为啊不做全民这个检测就放松了疫情的防控。现在香港采取的是疫情措施呢，恰恰是依据疫情态势的变化而确定的，是更科学的完善和优化相应的防疫措施。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再次强调，如学生疫苗接种满足条件，香港中小学将自4月19号起逐步恢复线下教学。那么您对此又如何看呢？我想呢，特区政府做出封批开学复课决定，也一定是经过科学评估的。没有人呢会不重视青少年的健康的。这个根据呢，主要是来自于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接种情况。比如说呢，在香港的中学生呢，现在12岁至19岁的中学生中有95%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进一步的完善防疫措施，那么开学复课呢是可以保障健康的。另外啊，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能否提供正常的医疗、教育和生活服务，也是能否留得住国际人士在港工作生活的指标。香港学校的开校条件呢，其实呀比美西方的一些城市呢要严格得多。当然呢，这也并不意味着香港一定要在4月19日开校。如果疫情反复，或者呢出现别的意外，不排除在开校问题上进一步的调整策略。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